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是怎么演完沉香的？现实中真聒噪，戏外对杨紫的称呼好甜。沉香如屑，大家都看了吧？是不是已经开始上头了？剧情进度条拉得好快，还没怎么甜，就要虐了。剧中应渊帝君大战魔族归来，身受重伤，双目失明，火毒攻心，自知是一个将死之人。颜淡为了救他，不惜剜了半颗心脏给他，最后却被芷溪给捡漏，让应渊以为是芷溪救了他。实际应渊心里什么都知道，但不敢告诉颜淡，自己已无自由，不想耽误颜淡一生，即使心里有爱，也要学会断情绝爱。看到这个桥段，我怎么也想到了周生如故中周生辰和时宜隐忍的爱，应渊和颜淡同样如此，明明都在为对方着想，却因为天条不敢戳破这层窗户纸。颜淡已经很勇敢了，在应渊手上写字表白，但应渊出于身份，不得不装糊涂。到后面颜淡的处境会越来越难，姐妹反目，被坏人陷害，但应渊对她的爱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，比周生辰和时宜好多了，至少两人看得到结局。这几日沉香如屑的各项指数都很高，不仅领跑网剧市占第一，热度值也是轻轻松松就破万。刚开始优酷也是蛮爽快，一口气更5集，连更9天。不过到下个星期，网友们就要在等待中无法自拔了，又是更4断3的追剧模式，真是愁死人。不过等待更新的时间里，沉香如屑官微还是比较在意观众的，放了好多拍摄现场的片花。大家都知道杨紫平日里就是个话唠，在剧组属于开心果，但没想到现实中的程毅比杨紫更聒噪，跟剧中的帝君反差也太大了。譬如颜淡舍命相救的背后，两人竟上演了一出喜剧。正片中帝君伤势发作，颜淡跑过去紧紧抱着他，最后颜淡被伤得口吐鲜血。这里两人的演技都好好，但实际在拍摄现场，两人彼此对台词时，画风突变，正片中悲伤的气氛纷纷被两位喜剧人驱赶。沉香夫妇戏精附体，程毅在现场更是大声嘶吼，话很多，网友直言太聒噪了。在最新曝光的一则花絮中，杨紫与程毅在现场更是脑洞大开。杨紫跟导演提议让程毅吐血的时候，将血全都吐在自己脸上。这个新奇的想法整的导演都不敢相信。杨紫还提议让应渊魔性发作的时候，将自己打到石头缝里，然后程毅在一旁边甩头边翻跟头，好营造自己已经疯魔的表象。只能说杨紫这脑袋瓜装了太多东西。花絮中，程毅几乎都是大声吼，情绪高涨时还飙出了英文，很浮躁的样子，跟剧中高冷的应渊君完全不一样。真想问程毅是如何拍完这部剧的，骨子里明明是个喜剧人。在片花中，两人对戏之余，程毅还亲密称呼杨紫为蛋蛋，不知道这个称呼在后面的剧情中会不会出现呢？通过片场对戏花絮不难看出，杨紫在拍摄这部剧时还是很快乐投入的。当时定她为女主角可谓一波三折，官方说是找她临时救的场，起初因为档期问题，杨紫已经明确婉拒该剧邀请，但最后老东家一直协商，这才定了杨紫。不过如今看来，沉香如屑这部剧杨紫没白拍。换句话说，若女主不是杨紫，也达不到如今这么好的效果。看到她跟程毅在片场的互动，可见两人友谊的小船还是很牢固的，毕竟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希望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吧。大家觉得虐的时候，就想想花絮中的二人吧。剧中应渊帝君总是说颜淡聒噪，没想到现实中的程毅更聒噪，也足以证明程毅的演技好。